我本该嫁给山神当妻子，可我的姐姐却心生嫉妒，她把我卖给了一只黑熊精，随后顶替我的位置嫁给了山神。她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过上享福的日子，却不料我在跟黑熊精回洞途中意外救下龙族太子。为了报恩，太子将我带回龙宫纳为龙妃。姐姐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再次极度的发疯。然而还没等她平复心情，又传来了一条更加抓狂的消息：我在婚后生出了一条小白龙。太子欣喜若狂地将我立为了龙后。怎么可能？段清心不过是最低阶的蛇人，怎么会生出一条龙来？姐姐愤怒地将家里砸了个稀巴烂，随后飞到东海将我约至一处悬崖。妹妹，好久不见啊！听说你当上了龙后，姐姐特地来为你道喜。天真的我还以为她是真心祝福，张开双臂便迎了上去，却不料姐姐猛地一推，我直直地坠下了悬崖。然而当我睁开眼时，竟发现自己回到了选夫当天。可我还没来得及细看面前这群形态各异的男人，身旁的女孩就轻轻碰了碰我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我看见梦琴姐了，她一个劲的往后山跑去，谁说都不听。这话一出口，我立刻反应过来，我的这位好姐姐竟然也重生了。可她不知道救下龙太子容易，想生下龙宝却难如登天。虽说龙是四海八荒的主人，却藏着件外人不知道的秘密。要想孕育龙子，母体必须用自己的身体做养分供腹中孩子吸取。偏偏龙的血脉格外霸道，寻常女子根本承受不住，往往怀不上几个月就会一尸两命。可我偏偏阴差阳错活了下来，还生下了龙族这一辈唯一的子嗣。龙王大喜，当场就封我做了王妃。几百年后，萧明清即位龙王，我也顺理成章成了龙后，享尽了荣华富贵。而当初选了山神的姐姐，后来才知道，那山神里还有10几个小妾，她连排序都排不上号。野熊一个月只去姐姐房里一次，哪能满足她？她每天以泪洗面，过得苦不堪言。终于等到蛇族祭祀那天，她把我骗到山崖边，一把就把我推了下去。那种濒死的绝望感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雷声大作，天空瞬间被乌云盖得严严实实，眨眼间天昏地暗，隐约能看见上面站着几个穿红衣的人。我知道这是龙族来下聘礼的使者。很快在族中长老的簇拥下，萧明清拉着姐姐的手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满脸深情地说：梦琴心地善良，在后山救下了我，事后她就是我的侧妃。我按规矩跪了下去。姐姐难掩得意地看着地上的众人，可在她看不见的地方，我的嘴角轻轻扬了起来。好姐姐啊，既然你自己不想活，那我也只能成全你了。龙王大婚比我们挑选夫婿重要100倍，姐姐和我们都被接到了龙宫，不许出门一步，只能专心准备姐姐婚前的琐事。我摸着萧明清专门派人送来的天珠，心里没半点波澜。这东西虽好看，在我眼里却跟催命的鬼画符没两样。前世我得到的比姐姐好100倍，连我的一言一行都会被3界其他女人争相模仿。可背后为了生下那孩子，我受了多少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还没来得及碰桌上的东西，姐姐身边的婢女就匆匆跑过来：姑娘，我们家娘娘有请。这时候姐姐不该在准备嫁衣吗？怎么会想起我这个不痛不痒的妹妹？我心里虽有疑虑，可现在她毕竟是太子侧妃，她的话我没能力反抗。刚走到姐姐的房间，就看见萧明清敞开衣襟，满面春风地从里面走出来。我连忙低下头，他却看都没看我一眼。他身上的味道太熟悉了，那是龙族动情后散发出的独特气息。我一闻就知道姐姐已经跟他有了夫妻之实。没办法，蛇族女子成年后往往身不由己，一旦碰到男人就会不自主地靠近，可这也是致命的缺点。姐姐面带微笑地半躺在床上，身上只浅浅盖着一层薄被，完全藏不住完美的身材。她见我进来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慢悠悠伸出一根手指，指了指桌上的刺绣图案：这是你绣的，很好。我不敢动，从小到大他对我非打即骂，怎么会突然好心夸我？更何况想到上一世他把我从万丈悬崖推下，我的心就控制不住的跳。他见我没动，猛地从床榻上坐起来，随手抓起旁边的玉如意狠狠砸在我头上，鲜血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强压着心里的怒气跪到地上，他看我这模样，似乎很满意，懒洋洋地开口：我让你来是想让你好好看看我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尊贵位置的，你最好少有点不安分的想法，少在太子面前晃悠，不然。我抬头对上他的眼神，他被我眼里的情绪惊了一下，随后几步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扯住我的头发：妹妹不敢忤逆太子妃。段清心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你也重生了？你从小在蛇族长大，怎么会绣出龙族天后专用的图案？姐姐，我从来不想跟你争，以后也绝对不会出现在太子面前。你以为我会输给你这个丑女人？就算你想争也争不过我。他毫不在意地嗤笑着，手指轻轻划过我的脸。我轻轻叹口气，扶着额头从地上站起来。有些东西我不争，是因为我想活得更久。只有蠢货才会执着于那些没用的垃圾。龙族不愧是赫赫有名的贵族，哪怕只是一个侧妃的婚礼也办得格外显赫，不仅有许多奇珍异兽来观礼，还送了不少珍宝，可谓给足了面子。姐姐穿着大红嫁衣，满脸红晕地牵着萧明清的手，在众人的期待中走出来。
他终于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位置，脸上的幸福藏都藏不住，甚至看到我时还挑衅地歪了歪头，张开嘴无声地对我说了2个字：废物。对，我是废物。可他马上就要迈进地狱了，真不知道到底谁更可怜。可这笑容还没持续多久，萧明清就把一杯酒塞进他手里，喝下去。姐姐连忙接过来，刚要一饮而尽，酒里刺鼻的味道就飘了出来。她大惊失色，下意识把酒杯扔了出去。这刺鼻的味道，即使相隔再远，我也能够认出，这便是我前世避之不及的雄黄。雄黄是我们蛇族的克星，哪怕是修炼了千年万年的妖怪，也抵挡不住一杯雄黄的威力。喝一口虽不会死，却会缠绵病榻几个月，生不如死。前世我也遇到同样的境况，可我根本没敢拒绝。我知道我的命跟整个龙族的脸面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，要是在众人面前拒绝萧明清，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我硬着头皮喝下去后，整场婚礼我的头都是昏昏沉沉的，可他根本不在意我的感受，毕竟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个低贱的玩具，谁会在意玩具的心情呢？可姐姐明显没搞懂现在的状况，她嘴一嘟，扑进萧明清怀里撒娇：我不要喝这个。她没注意到萧明清的脸色已经黑了下来，碍于现场这么多宾客，他还是耐着性子哄：听话，这是龙族的习俗，这么多人面前你不能耍小性子。按理说高高在上的龙太子都这么说了，姐姐就该见好就收，可她像没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，依旧拒绝。我不喜欢这个破习俗，我们蛇族最讨厌雄黄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他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在场的龙族，他们把雄黄酒奉为吉祥之物，姐姐这话跟打他们的脸没两样。果然，现场几个龙族已经私下抱怨起来，说这位侧妃不懂规矩，还连带骂萧明清昏庸。议论声传进萧明清耳朵里，他的耐心彻底没了，声音里带上了明显的怒气。我让你喝你就喝，你想死吗？我让你喝你就喝，你想死吗？姐姐吓傻了，完全没想到他会这么对自己，连忙端起盘子里的雄黄酒一饮而尽。可还是晚了，众人的心情已经被搅乱。萧明清完成仪式后就拂袖而去，连一个眼神都没再给他。姐姐站在原地不知所措，明明昨天两人还郎情妾意，怎么会因为一碗雄黄酒就翻脸？我冷笑一声，她太天真了，在龙族没有什么比脸面更重要，侧妃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生物工具，她还真以为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她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姐姐的婚事告一段落后，那天发生的小插曲竟莫名其妙传遍了整个族群，大家表面上不说什么，私底下却都在议论说着，这种婚事从一开始就不对等，姐姐以后恐怕要多吃苦了。萧明清那天丢了面子，短时间内肯定不会再去姐姐房间，可开过婚的蛇怎么忍受得住独守空房？看来姐姐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只是我现在没心情嘲笑她，挑选伴侣的仪式被迫打断，可我的身体却等不了。原本我想等回蛇族后随便找个男人过夜，可偏偏那天晚上没忍住，在后山抓了个路过的男人，硬生生把他按在地上。第一次尝到男人滋味的我哪里会浅尝辄止，一直到天亮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他一双乌黑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你胆子这么大，不认识我就敢睡我？这种事你情我愿，有什么好说的？算我谢谢你了。我懒得搭理他，穿好衣服就想走。他还想说什么，我却已经消失在树林里，只留下地上凌乱的痕迹。回到房间里，我刚准备休息，姐姐房间忽然传来压低的男女喘息声。我烦躁地翻了个身，这是太子终于想通了，愿意去姐姐房间了。姐姐也真是的，跟一辈子没见过男人一样。跟我同住的女子也有些埋怨，这也太放肆了，哪有一点淑女的样子，真是给我们蛇族丢人。我轻轻闭上眼睛，忽然像想起什么一样坐了起来。蛇族的人不知道龙族的规矩，可我再清楚不过，今天是初一，按规矩太子该去正妃那里才对，而且按时间算，现在早就该休息了。那姐姐房间里的男人是谁？按规矩太子该去正妃那里才对，而且按时间算，现在早就该休息了。那姐姐房间里的男人是谁？想到这里，一股冷意从头顶传到脚底板。我知道姐姐胆大包天，可没想到她会糊涂到这种地步。她心里一直记着前世我生下太子唯一的儿子后被扶正的事，自认为哪儿都比我强，肯定也能顺利生下孩子。可太子现在根本不进她的房间，她又怎么能怀上？她这是想借种，真是疯了。可这种事一旦传出去，势必会牵连整个蛇族，我只能把震惊压在心里，默默翻了个身。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以后不管是什么结果都是他应得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这样想着，我准备入睡，可肚子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不停爬动。我伸手一摸，又安静了下来。可凭着上一世孕育孩子的经验，一股不祥的预感从心底升了起来。那天晚上那个男人的脸在我脑海中模糊浮现，难道……我随即又摇摇头，怎么可能这么巧？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。就在我感受到肚子里孩子的时候，姐姐也成功怀孕了。男人在这方面总是出奇的自信，太子根本没怀疑自己。这么久没去姐姐房间，他怎么会突然怀上？
男人在这方面总是出奇的自信，太子根本没怀疑自己。这么久没去姐姐房间，她怎么会突然怀上？还赐了不少金银珠宝下去。姐姐终于又扬眉吐气把我叫到她的房间，指着面前的珠宝得意的炫耀：怎么样？这些东西你奋斗一辈子都得不到。你也是重生的，又怎么样？上辈子你不过是运气好，你根本比不过我。我顺着她的话不停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，肚子里的孩子该怎么办？那个男人是我在龙族遇见的，恐怕他的原身也是条龙，上辈子怀孕时的惨状还历历在目。原本身材丰满的我，到最后几乎瘦成了人干，每一夜都呕吐不止，无法入睡不说，龙子还格外霸道，经常在肚子里翻江倒海，伸胳膊踢腿，每次都疼得我直不起身子。可蛇族女子怀了孩子就不能轻易打胎，我也只能无奈接受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说不定这孩子也是上天给我的礼物。姐姐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是嫉妒了，脸上的表情更得意了，连带着有些泛黄的脸都有了血色。刚好你在这儿，我怀孕了，没什么胃口，你下去给我做一碗山楂羹来。我怀孕了，没什么胃口，你下去给我做一碗山楂羹来。我咬住嘴唇没说话。山楂羹倒不稀奇，可姐姐吃山楂会过敏，这是只有我们俩知道的秘密。如果我做了端上去，太子现在满心都是姐姐肚子里的孩子，肯定会勃然大怒，搞不好还会把我刺死。可我要是不做，姐姐肯定会说我不想照顾她，又是一顿毒打，左右都免不了皮肉之苦，往常也就算了。可现在我肚子里有了孩子，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孩子想。我忽然抬头看向姐姐，姐姐山楂对龙子没好处，我手里有个方子，吃了能促进肚子里龙子生长，只要孩子一落地，正妃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了。别人说这话，姐姐或许不信，可我毕竟是在龙族待了这么多年的人，她早就看正妃不顺眼，自然想早点生下孩子，早点享受荣华富贵。她眯起眼睛上下打量我，似乎在怀疑我话里的真假。就在我额头冒冷汗的时候，她终于点了点头。亮，你也没胆子害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不然我让太子扒了你的皮。我终于松了口气，忙不迭地退出殿外。这蠢女人我说什么她都信。我终于松了口气，忙不迭地退出殿外。这蠢女人我说什么她都信。这时给姐姐请脉的太医匆匆赶了过来，她跟我打招呼的瞬间，那个声音竟和我记忆里那天晚上跟姐姐在一起的男生重叠了。原来是他。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，我沉下了脸色。姐姐胆子可真大，竟然把奸夫安排得这么近，就不怕东窗事发吗？我冷哼一声，提着东西刚想转身离开，身后突然有人叫住我，走这么快，是怕遇见我吗？这个声音瞬间唤起了脑海里那些缠绵的画面。他一脸笑意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个无害的小动物。我几步冲上前，捂住他的嘴，声音里透着着急：你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龙宫，你竟然敢自由出入，被发现了你就死定了。他没有挣扎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柔和。那你出现在这里干什么？找死吗？我撇撇嘴，认真打量了他一番，确认上辈子龙宫里没有这号人物，才拉着他边走边说：太子妃胃口不好，召我来给她做些吃的，不然我才不愿意乱跑。龙宫规矩这么多，稍微错一步就是粉身碎骨。我深深叹了口气，别人都羡慕的繁华生活对我来说不过是困住我的牢笼。看我兴致不高，他像安慰似的摸了摸我的头。如果你想，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。如果你想，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。我只当他是在开玩笑，苦笑了一下，没回答。我现在只想让肚子里的孩子平安降生，至于他知不知道都无所谓。蛇族女子不比其他族群自己抚养孩子的人多了去了。正想着，肚子里的孩子轻轻踢了我一下，力道不像前世那么重，不痛不痒的，倒像是在跟我打闹。我下意识摸了摸肚子，嘴角忍不住带上了笑容。都说孩子随爹，萧明清那种骄傲自私的性格，生出来的孩子也不会顾及母体的感受。不知道这个孩子会不会比之前的懂事一点。他把我送回去后，扯了一下我的手腕，像是有话要说。可就在他看到我皮肤的瞬间，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精彩纷呈。我有些疑惑地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确实没长刺，他怎么一副吃了苦的表情？然而他下一句话直接把我定在了原地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吗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吗？我傻了，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怀孕的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刚才牵我手时，习惯性地搭上了我的脉搏，一探就清楚了。他张了张嘴又闭上，似乎在反复挣扎，眼神落到我还没显怀的肚子上。那时孩子才1个月，还看不出痕迹，他眼里有我看不懂的情绪。后来我才懂，那是即将为人父的紧张和兴奋。这个孩子是别人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可结结巴巴的语气早就出卖了我的心。他哪里这么好糊弄？眉眼低垂间，耳朵根子竟全红了。我没料到那夜功夫出神入化的他，竟然还是个纯情的龙。我没忍住笑出了声，他似乎也觉得尴尬，咳嗽几声掩饰。我会娶你的，一定会。好啊，你娶我，咱们俩一起过风餐露宿的日子。孩子出生后，咱们3个每天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可他像没听见一样，把腰间的玉佩塞进我手里。这个你拿着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。这个你拿着，
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。姐姐的肚子大得出奇，人却越来越瘦，可她眼里总有种兴奋的光。肚子里的孩子越闹腾，她就越高兴，觉得生出来的肯定是个体格强壮的聋子，这一胎能保她一辈子荣华富贵。她已经有些走火入魔，每天摸着肚子自言自语：儿子，你可要给娘争口气，只要你顺利生下，那个位置就是娘的，再也没有贱人敢看不起咱们。我给她的秘方，每次吃下去，整个人都会容光焕发，肚子也就闹腾得更厉害。她真觉得我将好东西献了上去，用药也从每日1次演变成了每日3次。尽管闹起来的时候，她浑身的血肉仿佛被肚子里的东西抽干，痛得趴在床上直打滚，额头上的冷汗几乎浸湿整个床铺。可她依旧固执地觉得这是孩子健康强壮的征兆。才5个月就是宣扬自己即将为太子生下王子成为正妃的消息，实在是嚣张至极，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。而我的肚子也隐藏不住，一点一点地变大。然而她只是鄙夷地看了我一眼。像你这样低贱的身份生出来的，也只是下贱的东西，怎么能跟我的儿子相提并论？以后我可是要做龙后的人，你就是生到死也比不上我。以后我可是要做龙后的人，你就是生到死也比不上我。可惜他还没来得及笑，孩子就又开始折磨他。他并不知道我给他的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，而是对龙子的兴奋剂，喝下去之后会刺激肚子里的孩子，烦躁的在里面拼命折腾，想要出来。姐姐的身体到底是血肉之躯，怎么受得了一个孩童在里面又抓又咬又撕又踢？前世我是快生产的时候瘦得脱了相，而她不过5个月就已经皮包骨头，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像一具骷髅一样恐怖。她某天心血来潮拿起镜子，可看到里面的自己的一刹那，立刻尖叫着将手中的镜子摔了个粉碎。她引以为傲的身材容貌都消失不见，镜中的女人面容枯黄，头发稀疏，完全不像是妙龄少女，更像是快要死了的老妇人。怪不得太子来见她的次数少之又少。她撕扯着掉落了大半的头发，自我安慰一样，没关系，只要把肚子里的这孩子生下来，再找人好好为我调养调养，我还能回到当初，太子也会重新喜欢上我。我还能回到当初，太子也会重新喜欢上我。有儿子就有了一切。看着她越来越疯魔的样子，我摇了摇头。当年我怀孕的时候拒绝任何人来看望，就是不想被人看到自己这副样子。她只看到了我的荣华富贵，又怎么知道我背地里吃了多少苦？这才哪到哪她肚子这么大，恐怕生出来的孩子体型不会小。蛇族原本就身体纤细，强行生下大体型孩子，跟从鬼门关走回来一趟没有任何区别。可惜不知道她拼了半条命生出来的孩子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，她会不会发疯，真让人期待。姐姐生产那天，龙族的人将房间围得水泄不通，只因为姐姐见人就说自己即将产下龙子，闹得整个龙族都知道了此事，甚至连不问世事的龙王都亲临。太子更是在殿外不停打转，恨不得自己冲进去亲自生。众人摩拳擦掌，只等龙子降生到世上。众人摩拳擦掌，只等龙子降生到世上。姐姐的喊叫声越来越犀利，到最后渐渐没了动静。她身体太弱了，生龙子的过程可谓是脱胎换骨一番。当时我晕了好几次才终于生下来，而姐姐房间内的声音持续了足足1天，一直到太阳下山，婴儿的啼哭声响彻全场，众人脸上全部露出了欣喜。这是龙族诞生的第一个儿子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也是下一任继承人。在众人望眼欲穿的期待中，稳婆抱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袱走了出来，没想到外面站了这么多人，她眼底划过明显的慌张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龙王哈哈大笑起来，走上前接过包袱就要掀开。好啊好啊，我盼了这么多年的孙子终于来了，我龙族有后了。可下一秒看清怀里孩子的样貌时，他脸色大变。此时太子也凑了上来，顺着龙王的视线看去，瞬间暴怒：怎么是蓝色的？我儿子怎么会是蓝色的？怎么是蓝色的？我儿子怎么会是蓝色的？现场的气氛瞬间沉默下来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说话。龙族王室子孙无论男女，出生时都为红色，这是千年流传下来亘古不变的定律。而龙族内虽然也有其他颜色的龙，可那都是平民，根本无法跟王室相提并论。如今众目睽睽之下，太子侧妃生出来一条蓝色的龙，无异于昭告天下，他给太子戴绿帽子了。感受到周围众人复杂的目光，太子一阵火气冲上太阳穴，只将手中的襁褓狠狠举起，抛在地上，硬生生摔死了。那画面血肉模糊，看得我都皱起了眉头。产房内，姐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虚弱地呼唤着太子：夫君，我们的孩子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可爱？快抱过来，让我看看。我们的孩子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可爱？快抱过来，让我看看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太子。我姐姐是把太子当冤大头，远道而来的龙王更是直接拂袖而去，丝毫不给太子面子。
这下他什么都顾不得，提起剑就往姐姐房间冲。我连忙跟在身后，想着一会儿姐姐要是逃跑，我就直接拦住她。产房内一片血腥之气，床榻上一具骷髅一样的身体在微微起伏着。姐姐已经彻底失去了当日的美貌，染红的锦被早已凝成暗褐色，黏腻的贴在她的身子，整个人已经被这个笼子折磨得没有一丝生气。孱弱的她只得看见双手铺在上层的血管，气息微弱的像风一吹就散。姐姐看到太子进来，羞涩的将头歪到一边。如今我为你生下了唯一一个儿子，你可想好了怎么奖励我？太子看他如此不要脸，冷笑一声，将手中的剑对准他。贱人，我这就让你下地狱去陪那个野种。姐姐哪里预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，根本来不及躲闪，那把剑硬生生从她的肩头砍下来一块肉，疼得她直接倒在了床榻上，双眼通红，不死心的询问：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九死一生，给你生下孩子，你还要杀我？太子直接被气笑了，指着他就骂：我的孩子，你可知我们王族生出来的孩子都是通体红色，从来没有过什么蓝色的龙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！姐姐哪里知道这种事，整个人吓得缩在床角不停发抖，直到她看到站在太子身后偷笑的我，才恍然大悟。是你。直到她看到站在太子身后偷笑的我，才恍然大悟。是你搞的鬼！我连忙摆摆手，向后倒退一步。姐姐，你这话可就冤枉我了。我就是有通天的本领，也不能把小太子的肤色改变。说到底，还是你自己糊涂，连带着我们蛇族蒙羞。姐姐气得快要晕了过去。她辛苦怀胎，备受折磨，就是为了生下孩子后能一跃成为正妃，而且不但希望破灭自己的破事儿，还人尽皆知。看着太子眼里明晃晃的杀意，她跪倒在地。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吧。如果是从前那个貌美如花的姐姐，太子或许会动恻隐之心，而现在的姐姐形容枯槁，太子连看一眼都觉得恶心，直接命令左右侍从将姐姐拖进天牢，好好折磨一顿。姐姐被拖下去的时候还在不甘的惨叫，可惜没有人会心疼她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太子忽然看向我，我怎么觉得你很眼熟？我浑身的血液都停止流动，脑海中疯狂闪过上一世自己的悲惨遭遇。正准备回答的时候，身后男人的声音传来：因为她是我的妻子。因为她是我的妻子。不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，还能是谁？太子的脸色难看极了，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：兄长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男人大摇大摆地走到我的面前，牵起我的手。想回来就回来了，今天没时间跟你叙旧，等我有时间，改天吧。随后不顾身后太子难看到能挤出水的脸色，拉着我直接离开。我就算是傻子，此刻也应该明白男人身份不同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直视他的眼睛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的态度可真伤我的心。我叫萧胜七，你应该听说过，现在的龙后不是原配，真正的原配是我母亲。可惜在生下我之后就撒手人寰，父亲觉得我不祥，把我赶去了其他地方。那日大婚，我难得回来，没想到就遇见了你。他咳嗽几声，掩饰尴尬，我却被这样的真相惊呆。上一世倒是听说过这个不受宠的大皇子，但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会跟我扯上关系。这一切来的实在是太快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肚子忽然一阵剧痛，我紧紧抓着他的胳膊。萧胜七转身去呼唤宫中御医。孩子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，都可以说一声懂事。怀孕的时候没让我受罪，生产的时候更是顺利的像是做梦。看到那一团软乎乎的红团子，萧胜七都没有停止过脸上的笑容。他半生漂泊，从来没有奢望过有妻儿的生活，如今一切得偿所愿，竟然觉得不可思议。我生下龙子的消息瞬间传遍整个龙族，这次是名正言顺的龙子。龙王来看的时候都笑得合不拢嘴。这对嫌隙已久的父子终于在这一刻冰释前嫌，而太子也被这件事刺激得常常买醉，每次喝多了都闯下许多麻烦，最终在一次持剑想要强迫宫女的事件后，触怒了龙王，将他的太子之位罢免。而他将这一切归结于自己没有生出儿子，更加沉迷女色，年纪轻轻掏空了身体，卧床不起。而姐姐后来我去天牢里看过她，她被铁链牢牢固定在房间里，身上肉眼可见的地方布满了狰狞的伤口，瘦骨嶙峋的她趴在地上，不仔细看都辨认不出来。她看我身穿太子正妃的服装，满眼不甘心。为什么重来一世？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结果？为什么重来一世？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结果？我处处比你强，为什么每次都输给你？她不甘心，明明只差一步，忽然她跪倒在我的面前。妹妹，姐姐知道错了，我在这个地方每天生不如死，你把我救出去，我一定改过自新。泪水在她的脸上划过，可我看不到她任何真心悔过的迹象。我轻轻摇摇头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当初我提醒过你，太子妃不是这么好当的，是你一意孤行，害了你自己，也害了那个刚出生的孩子。他根本不想听我说这些话，看我不打算救他出去，立刻变了脸色，狰狞地朝我扑了过来。
既然这一次我还是输了，那你就再陪我下地狱，我一定可以赢的。然而我早有准备，同样的招数他已经用过一次，早就不管用了。跟着我一路前来的侍卫将他牢牢按在地上，他的伤口被撕扯得再次破裂，鲜血染红了整个地面。我轻轻抚摸了一下自己头上的发髻，既然在牢房里也不真心悔过，那留他一命也没什么用。杀了吧。有权利就是好轻飘飘一句话，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。姐姐嘶吼惨叫根本没有一点用，刀光剑影中，她的身躯微动，很快没了生机，走时像没有一点痛苦，就当做给她的仁慈吧。我接过侍女的来的帕子，擦了擦手，走出了暗无天日的牢房门口。萧胜期抱着刚满月的儿子，站在阳光下笑着等我。一切终于结束了，这次永远不会发生变故。